2岁那年，我被人拐走，爸妈找了我8年。他们来接我时，我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，正在地里干活，身上被打得没有一处好肉。20岁这年，我找了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谈婚论嫁，却发现他们背着我给妹妹和男友安排了定亲宴。我端着盘子送菜到门口，听到爸爸对男友说：“冉冉学历低，以后也没什么出息。思思不一样，她年轻漂亮有气质，名牌大学毕业，跟你更合适。”妈妈看着这个女婿笑得合不拢嘴般配，看着就是天生一对。男友面露难色，要是被冉冉知道，怕是不太好吧。妈妈立刻嫌弃道：“冉冉之前离家8年，谁知道经历了什么？我听说拐走的女孩都被人，你懂的。阿姨也不想你以后后悔，还是听阿姨一句。怎么？难道你还看不上我们思思？”男友当众单膝跪地，掏出原本给我的婚戒戴在许思手上。那一刻，我连这个家也不想要了。我站在门口如坠冰窟，心口密密麻麻的刺痛几乎让我无法呼吸。求婚成功后，里面爸妈高兴的鼓掌庆祝，紧跟着我就收到男友发来的分手消息。生怕自己再多待1秒就忍不住崩溃，我将餐盘交给同事，逃也似的离开了酒店。爸妈晚上10点才进门，开锁时2人还在门外高兴地说个不停。我拿出自己那张银行卡摆在桌上，开门见山道：“工作后这2年，我每个月都给你们打1万块养老金。现在既然家里有思思不需要我了，那麻烦你们把钱还给我。”爸妈脸色刷得沉了下来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思思是你妹妹，再说她现在还没过实习期呢，能给我们养什么老？你大晚上抽什么风呢？我们养了你10年，你以为不要钱吗？好不容易还了点回来，现在又张嘴要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是跟你那对畜生养父母学的吗？我深吸口气，行，这10年我没有上过1天学，你们接我回来只是给我管饭管住宿，减去这个花销，剩下的麻烦还给我。爸爸气得不轻，冲上来就指着我骂：“徐冉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敢跟我要钱，我是你老子！”我忽然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也流下来。我看向他们身后空荡的位置，许思呢？没跟你们一块回来，让我猜猜他去哪儿了？不会是跟我男友在酒店里培养感情吧？被我说中，妈妈脸色瞬间慌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踪我们？妈，你忘了，我兼职了3份工作，其中一个就是你们今晚去的酒店。我声音平静到极点，红肿的眼眶却出卖了所有脆弱。妈妈见我知道，也懒得再演戏，大咧咧坐在沙发上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们也就不瞒着了。婷雨家条件那么好，父母都是退休干部，你配不上他。就算结婚了，你也没这个本事留住男人。与其到时候让外人得了好处，还不如让给你妹妹。思思比你聪明，也比你漂亮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江家的好处你也能沾上。用不着跟我摆脸色，思思，什么都是思思。从认亲回家开始，我就始终生活在这个双胞胎妹妹的梦魇下。明明是从一个肚子里爬出来的，就因为她没有离过家，受了高等的教育，在爸妈眼里就处处比我好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在乡村长大，没有学习的原因，我也想过去上学。结果刚提出就被他们一口否决，他们说我经历过那些，怕我上学后被同学指指点点。我信了他们的话，拼了命学习。邻居阿姨说，爸妈报案1年后就放弃了找我，如果不是警方坚持上门，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想起还有个女儿。多年的委屈积压在心口，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我猛地站起身，妈，你也知道我跟思思是亲姐妹，有抢姐姐未婚夫的妹妹吗？有教唆妹妹爬姐夫床的父母吗？既然你们觉得许思什么都比我好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我声泪俱下的控诉，换来的是母亲重重的一巴掌。谁教你这么跟你妈说话的？跟你那个畜生爹妈学的简直不堪入目。就凭你现在说话的态度，你就一辈子都比不上你妹妹。许思在大公司实习，实习工资就高达1万，他从来不会给家里交钱，反而还时不时需要爸妈接济。我每月1万的固定转账，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。想到这，我泪水彻底决堤。抢过妈妈手里的购物袋，全部摔到了地上。妈妈瞪大了眼，捂着胸口喘息。你简直大逆不道！爸爸端起烟灰缸就准备砸在我头上，下一秒，许思开门进来，2人瞬间变脸。妈妈心也不痛了，爸爸也不着急发火了，宠溺的笑容从他们唇角溢了出来。2人快步上前接过许思手里的袋子。跟婷雨相处的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妈早就说你跟她合适了，听说她工资1个月有5万块，你嫁过去肯定能过好日子。许思羞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妈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们说什么呀？对了，这是婷雨非要送你们的东西，说今天见面着急，没准备什么礼物，给你们补上。真让你说中了，婷雨光彩礼就要给我28万呢。爸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许思这才注意到房间里的我，表情纠结。哼，姐你都知道了。他眼里涌出泪水，还是从前那副熟悉的柔弱样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其实是婷雨哥哥说他不太想跟你结婚，爸妈这才想起我，你别生我的气好吗？我一下愣住，
是他自己说的。对，上次我意外去他公司送合同，他以为我是你，后来知道不是，就说要请我吃饭。他知道你之前8年不在家的事了，还说他父母不想接受没上过学的儿媳妇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提分手。我感受到自己心脏一点点被撕裂，又在破碎里重建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妈妈翻了个白眼，毫不掩饰的嫌弃我说什么来着？人家男的又不瞎，看上你也就是一时新鲜，谈谈恋爱，结婚怎么可能选你？要不是我介绍思思给他，到嘴的鸭子都飞了，还好意思跟我生气呢？谁为你好都不知道。许思红着眼走过来拉我，姐，要是你实在喜欢廷宇哥哥，要不结婚后你偷偷装成我的样子跟他见面吧，我不在意的，我们是亲姐妹。从小到大，他这副样子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不管他看上什么东西，只要说一句想给我买，当做那8年的补偿，第2天爸妈就会买下来送给他。他好处占了，乖巧的名声也有了，哭闹的我却成了爸妈眼里恶毒的存在。我笑了笑，轻声道，不需要，反正今晚过后，这个家里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以后你再也不用演戏装可怜了。我转身回去收拾行李，许思瞬间变了脸色。妈，什么情况啊？他要走，那我1万块的零花钱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。爸爸冷哼一声，何止那1万没了，之前他给的也想要回去。我这是生了个什么讨债鬼呀？早知道今天，还不如让他在乡下过一辈子。3人在门外说了许久，等我收拾完行李，爸妈却像是变了个人。妈妈端了一盘糖醋排骨走到我面前，讨好道，冉冉，工作一天辛苦了吧？是不是工作受了什么委屈才让你跟我们发火？刚才是爸妈说话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但你知道，爸妈和你妹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，我们总不会害你啊。我冷冷盯着那盘菜，妈，其实我真的很讨厌吃肉，每次吃过就要在卫生间里吐3个小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妈妈笑容僵住，为什么？你没跟妈妈说过这些啊？因为10年前他们不给我饭吃，我饿得快要死了，只能去抓地里的虫子，抓房子里的老鼠。我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爸爸顿时黑了脸色。爱吃不吃，别管他。许思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冲我笑，姐，你不喜欢以后家里就不做了。妈也是一片好心，你总不能让他难过呀。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这时候提，不是故意往爸妈心口上戳刀子吗？我回望他，许思，你知道自己演戏的样子很恶心吗？说完了吗？说完麻烦让一让，我今晚会加班整理账单出来，到时候钱转到我卡上。话落，我转身想走，妈妈忽然蹲在地上抱头痛哭，你好不容易才回家，现在长大了就要走，你让我怎么办呀？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还能不疼你吗？一碗水是端不平，但我已经尽力了，你还是不满意，实在不行你把我的命拿去吧。我脚下一顿，只觉得无尽疲惫，我要你的命干什么？你们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们了，我们一家人就这样，也挺好的。妈妈眼珠一转，竟然直接跟我跪了下来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怪我把廷宇介绍给思思吗？行，我错了，你妈错了，我跟你磕头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。你要是想结婚，明天我就去给婚介所交10万块，把所有养老钱都拿出来，只要有富豪愿意看上你，你们立马结婚，我绝无二话。妈妈磕得很用力，额头瞬间浸出鲜血。爸爸猛地站起身指责我，看见了吗？你是想逼死你亲妈不成？实在不行，我跟你妈一块给你磕头，生下你全是我们的错。说着，他也跟着跪了下来。许思在一旁委屈啜泣，哽咽道，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等结婚后我就搬出去，再也不会跟你抢爸妈的宠爱了，只要你别走。我麻木地从抽屉里翻出相册，他们回家前，我本想带走属于自己的照片，可翻开后才发现，里面只有他们一家3口的温馨合影，没有我半个画面。我指着他们在海边的照片，你是说这8年吗？我又指向他们一块抓娃娃的照片，还是这个，确实很难过。悲极生乐，3人脸色难看，面面相觑，却半晌找不出挽留的借口。看穿他们的表情，我忽然笑了，满脸冷意，真不愧是一家人，连懂歪心思的嘴脸都一模一样。爸爸的手机忽然响起铃声，接通后那头立刻传来道喜的声音，老许，听说你闺女今天订婚了，怎么也不知会一声，我好发个红包给我干女儿啊，要不是看见你的朋友圈我都不知道，你家就思思一个闺女，到时候出嫁可不能含糊。我深吸口气，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。回家10年，他们就藏了我10年，大概是觉得我这个女儿出门只会给他们丢人吧，就连朋友圈爸爸都屏蔽了我。我冷笑2声，恭喜你们啊，要嫁女儿了，钱记得转我，免得到时候没钱包红包。话落，我准备出门叫车，许思却冲了上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行李箱，姐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爸妈会活不下去的，算我求你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
我忍无可忍，冷冷看着他，不让我走，还是舍不得每月的1万块。许思，记住，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让给你的，以后我会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我径直转身出门，楼梯口他却不死心，又追了上来，跟我拉拉扯扯。注意到身后的脚步声，许思一个闪身，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惨叫声响彻楼道。妈妈冲上去，一把将人抱进怀里，满脸心疼。思思，乖女儿，你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妈送你去医院。爸爸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徐然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思思是你亲妹妹，要不是当年你非要自己开门出去，怎么会丢？思思好心替你陪了我们8年，你凭什么对她动手？我告诉你，我就只有思思这一个女儿，你敢动她就是要我的命。50万，不给钱你就别想走。原来还是为了钱。许思昏迷不醒，妈妈急红了眼，丢下人冲到我面前，对我拳打脚踢，拼命撕扯。疯子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疯子？活该你被绑走，活该你被人虐待8年，你就是个畜生。早知道今天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带你回来，你就是来讨债的，你就是个吃人血的恶鬼啊！我拼命挣扎，10个指甲被掰断，鲜血顺着衣袖染红了全身，骂到最后，整栋楼的邻居都被惊动了，眼看有人要开门出来，爸爸一脚将我踹下楼梯。随后跟他们鞠躬道歉，不好意思，家里有个神经病发疯了，马上带回去。邻居们骂骂咧咧，早就听说许家有个精神病，还真是，听说是领养的女儿，这不白眼狼吗？可怜许思这小姑娘，平白无故被打成重伤了。尽管他解释得快，但警察还是来了，许思被送进了医院急救，我却被爸妈拖到警方面前，两人异口同声指认是我故意伤人，推许思下楼，自己没站稳也摔了下去。警察同志，我女儿伤得那么重，说不定婚礼都没办法按时举办了，这必须要她赔偿啊！没有50万就法庭见。泪水混着血流进了伤口，我颤声道：好，那就法庭见。究竟是谁欠谁，也该有个了断了。既然这个家不欢迎我，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。他们没想到我真的敢起诉。爸爸猛地从地上蹦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浑身发抖。法庭见徐然，你长本事了，我们养你12年，掏心掏肺把你从泥坑里捞出来，你就这么回报我们？白眼狼，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妈妈趴在楼梯扶手上，哭得肝肠寸断。街坊邻居都来看看啊，我这苦命的人啊！为了接他回家，我辞掉上市公司的总监职位，每月少挣5万块。他爸为了给他落户，在派出所门口磕了3天头，膝盖都磨出骨头渣子。我们图什么？结果呢？他回家就跟思思抢吃的抢穿的，现在更是把亲妹妹推下楼。我们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摊上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他的哭喊声像锥子扎进楼道，刚打开门的邻居们立刻露出同情的神色。穿蓝布衫的大妈赶紧上前扶他，老许家的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孩子不懂事，慢慢教嘛。警察皱着眉看向我，就算是家庭纠纷，故意伤害也是事实，等伤者做了伤情鉴定，该赔偿的还是得赔偿。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家里内部解决，能和解还是和解，闹大了一家人脸上都难看。我没有推他，我攥着流血的拳头嘶吼，是他自己滚下去的。你还敢狡辩？爸爸冲上来想打我，被警察拦住后愈发激动，全楼邻居都看着呢。你当我们老两口是瞎编的吗？当年要不是我们坚持找你，你早就死在乡下了。这话像冰锥刺进我天灵盖。邻居们果然开始窃窃私语，原来这姑娘也是许家亲生的，之前怎么说是领养的，看着挺老实的，怎么对妹妹下这么狠手？怪不得不让她出来见人呢，怕不是找回来就得精神病了。听说当年许家找孩子找得快疯了，老许还特意请了2个月假跑遍全国呢。可惜了，邻居大妈叹了口气，转向我：孩子，听阿姨一句劝，亲生父母能有多大仇？你爸妈当年为了找你，头发都白了大半，现在认个错，以后好好跟妹妹相处，他们还能真跟你计较？你还小，不懂父母的难处，阿姨也是为了你好。真闹大了，以后你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爸妈对视一眼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的光。我突然笑出声，血沫从嘴角渗出来。阿姨，您见过新女儿写的亲生父母吗？被拐走8年的是我，在乡下被打得半死的是我，回来后天天做牛做马的还是我。我不奢求他们多爱我，给我多少补偿，哪怕就是跟普通人家一样和谐相处都不行吗？您说他们找我找了2个月，我指着玄关柜上的相册，那是他们带许思去迪士尼的照片，这张是在巴黎铁塔下拍的。您要不要数数，这8年间他们带许思去了多少个国家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我走丢后市里就成立了寻亲组织吧，他们旅游用的还是全国各地好心人捐赠的钱。邻居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相册，爸妈的脸瞬间长成猪肝色。我刚回来那天，穿着带血的破衣服，他们嫌我丢人，把我关在储藏室3天。我的声音抖得像风中残烛，我以为只要拼命干活挣钱，总能换来他们一点点疼惜。可许思打碎了奶奶留下的玉镯，他们却逼我跪在地上认错。
在乡下，养父母打我骂我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根本不爱我，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不怪他们。可他们是我亲爹妈啊！我总以为血浓于水，总盼着他们能回头看看我。大妈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退到一边。周围的议论声变了调，看爸妈的眼神多了几分探究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啊！妈妈突然拍着大腿嚎啕大哭，谁能做到一碗水端平？思思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，我们疼她多一点怎么了？你走丢后，我们难道就不难受吗？要不是为了拉扯思思长大，我们早就跟着你去了。你现在张口就是扯谎，你有证据吗？爸爸捶着胸口，你现在要告我们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抹掉脸上的血污，眼神冷得像冰。废话少说，法庭上见。说完转身就走，爸妈在身后跳着脚咒骂：不得好死的东西，你早晚有报应。警局的笔录做得很慢，等我拖着一身伤赶到医院时，已经是后半夜。护士剪开我衣袖时倒吸一口凉气，凝固的血把布料和皮肉粘在一起。稍微一动就扯得钻心疼，小姑娘忍一忍。医生往伤口上倒双氧水，滋滋的响声里，我死死咬着牙没哼一声。昨天来的那个跟你长得很像的姑娘。医生突然开口，一点皮外伤哭喊声整栋楼都听得见，外面病人家属还以为我们医院虐待病人呢，好险报警给我抓进去。我猛地攥紧床单，指节泛白。我知道他口中的那个人就是许思，但我一句话也没说。我想起刚回家那年夏天，许思端着热水假装给我喝，转身就泼在我胳膊上，我吓得呆愣在原地，他却举着自己被溅湿的手腕哭：我不是故意的，姐姐你别怪我。妈妈抱着他冲向医院，也命令我也跟着去。我以为他是要让许思醒后给我道歉，顺便处理我身上的伤口，结果却是为了让我给许思道歉，照顾他受伤的女儿。那时候我胳膊上的水泡已经密密麻麻连成一片，我想掀开衣服给他看看，他却回头瞪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给思思买草莓蛋糕，要进口的那种。我没钱，他就让我去赊账。蛋糕店老板拿着扫帚赶我，骂我是没爹妈的小骗子。最后是个穿西装的叔叔替我付了钱，他蹲下来问我疼不疼，我摇摇头，却在他转身时哭得差点喘不过气。好了，伤口处理完了，医生的声音把我拽回现实，记得按时换药，别感染了。我点点头，刚走出诊室就撞见江庭宇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拎着果篮，看到我时脸色骤沉。我没搭理他，想直接绕道离开，他却冲上来拉住我受伤的手腕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徐冉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思思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他甚至说愿意跟你分享。闭嘴！我打断他，声音嘶哑。他说你早就想跟我分手，是不是真的？江庭宇愣住。我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我徐冉还没窝囊到需要别人替我分手的地步。她是你妹妹，她皱紧眉头，你走丢本来就是你的错，当年要不是你非要拽着她出门，怎么会被拐走？思思都跟我说过，她劝了你半个小时，你非要固执的出门买东西，回来后还栽赃是思思故意害你走丢的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那时候我才2岁，我突然笑起来，眼泪却汹涌而出。江庭宇，你告诉我，一个2岁的孩子怎么自己走到3公里外的马路边？许思也跟我一样大，这么小的细节，他是怎么记了18年的？你不是学过心理学吗？你不是号称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吗？你难道看不出他在说谎？只有精心编造的谎言才会被记这么久。他被问得语塞，瞬间恼羞成怒。够了，思思那时候也就2岁，2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想这么多？你以为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？居然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跟其他女生不一样，所以就算知道你没上学过，我也依旧选择跟你恋爱。但我现在才发现，你的心比毒蛇还要毒。思思刚工作就把工资卡给你了，他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如果你走丢真是他害的，他何必对你这么好？工资卡，我想起许思上个月哭着跟我说公司没发工资，转头就买了个2万块的包，瞬间笑得满脸讥讽。我懒得再跟他纠缠，转身直接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即将关闭那刻，江庭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会找最好的律师，你要是执迷不悟，就等着坐牢吧。我突然觉得无比可笑。电梯门合上后，身体缓缓蹲了下去，无力感、疲惫感几乎要将我淹没。掏出手机想找律师，却发现通讯录里除了同事，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接连跑了7家律所，律师们听完案情都摇头，网上都传开了，你妹妹被你推下楼重伤，你父母也替她作证了，舆论对你很不利，这案子我们接不了，影响不好。就在我蹲在法院门口掉眼泪时，有人递来一张纸巾，需要帮忙吗？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眼神温和。我叫陈默，也是个律师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一份正式工作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帮我，他突然红了眼眶。我8岁时被拐，找到家才发现爸妈带着弟弟移民了，我记忆里的家被卖了出去，再也没有我生活过的任何痕迹。我报过警，去过孤儿院，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他们，终于见了一面。
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什么吗？我摇摇头，漂泊的心却忽然像找到归宿，奇迹般冷静下来。他们说弟弟已经长大了，也学了很多商业课程，家里的公司有他一个人继承就够了，我回去只会给他们添麻烦，也会闹出财产分割的问题。他们给我了100万，我没要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没错，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的确不该要。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多余，谢谢你愿意帮我，愿正义永不缺席。冉冉，妈给你做了爱吃的，里面是海鲜汤和菠菜。许思马上要订婚了，江家不希望有这种官司缠身，你赶紧撤诉。就说之前是误会，原来又是为了许思，也是，我竟然这时候还在奢望他们给我一点疼爱，我自嘲的笑笑。如果我不呢，那我们就去你公司闹。妈妈咬牙切齿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打妹妹的疯子。我就不信这种员工还有人肯收留徐冉，你没得选。我关上门，把他们的咒骂声隔绝在外。黑暗里，我抱着膝盖哭了整整1夜。开庭那天，爸妈果然拿出厚厚一沓账单，这是我们养他12年花的钱，一共58万，还有思思的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总共120万。我翻开账单，上面全是许思的钢琴课学费、名牌包发票，甚至还有他去马尔代夫旅游的机票钱，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把日记本扔到桌上，这里记着，我每天的伙食费不超过10块，穿的都是许思淘汰的旧衣服，我没上学，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没有过，可以说除了吃饭和住宿，我没花过你们1分钱。法官皱着眉翻看日记，那你妹妹的伤势呢？总是你亲手推下楼的吧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父母要求你给许思赔偿合理合法。这时陈默突然站起来，法官大人，我们有新证据。他播放了一段监控录像，是3楼王大爷家门口的摄像头拍的。许思拽着我的行李箱撒泼，见我不理他，突然捂着肚子惨叫着滚下楼梯，全场哗然，爸妈的脸瞬间惨白如纸。最终法院判决我赔偿父母5万元，减去我这10年在家里的开销，正好跟他们要还给我的金额一样，我不用再出1分钱，从此与许家断绝关系。判决结果公布后，网上炸开了锅，偏心父母恶毒妹妹的词条冲上热搜。许思受不了舆论压力，连夜办理出院后冲到我出租屋，徐冉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默默打开手机直播，问出了那句早就想问的话，你当年为什么非要让我出去买零食？我没有。他眼神闪烁，那天爸妈不在家，你说楼下小卖部进了新款巧克力，非要我去买，我步步紧逼。你明明知道那条路有坏人经常出没，小区已经丢了2个孩子，爸妈出门前也再三叮嘱不许我们乱跑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去？那时候我也才2岁，我懂什么？你说的我都没印象，你少在这冤枉我。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。我当场冷笑许思，你觉得你装傻这套还能骗过我吗？是，你现在可以说你不记得，但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，你迟早有一天会暴露。等真相浮出水面，你觉得江庭宇会接受自己妻子是这样的人吗？闭嘴，你个贱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是你自己笨，活该被拐走，家里本来就没钱养不起2个孩子。你不在，我才能穿新衣服上钢琴课，我就是要你死在外面，这样爸妈就只爱我一个了。事实证明我选的没错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就算我没有害你走丢，你的生活能好到哪儿去？与其我们2个人都普普通通过一辈子，还不如赌一把，把你的机会让给我。他的话通过直播传遍全网。话落，我举起手机朝他面前晃了晃，谢谢你的证词，贱人你敢算计我？他瞬间暴怒，扬起手想打我，却被我摔上门，彻底隔绝在外。江庭宇的电话很快打过来，我没接。看着门口刚才监控上许思瘫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索然无味。收拾好行李时，陈默发来消息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回了个笑脸，不用了，我要去新地方了。后来听说许思被学校取消了学位，江家也退了婚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再也没出过门。爸妈整天在小区里跟人吵架，说都是被我害的。江庭宇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我们说了很久很久。他跟我道歉，之前都是我被许思的话骗了，我以为你走丢是自己的原因，加上你没上过学，真的不适合进我家，我就抱歉。冉冉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学历什么都代表不了，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。许思漂亮有气质，但她始终不是你，我喜欢的还是你的性格。我深吸口气，从提出分手那刻开始，我就对她没有任何感情。江庭宇，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有幸福的家庭，在你眼里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好人，但我不一样，我从来不觉得世界上有任何善意，因为我没感觉过。你知道睡在阴冷潮湿的柴房是什么滋味吗？里面有很多老鼠，有很多蟑螂，甚至还有许多城市里见不到的虫子，它们会在你睡着的时候咬你的皮肤，给你留下永远不能消磨的印记。
他语气满是心疼和愧疚。冉冉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只是为了告诉你，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说分手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美好，分开的时候我也不后悔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。我换了手机号，在南方一座小城找了份工作，周末会去孤儿院做义工，那里的孩子眼睛亮得像星星。姐姐，你为什么总是笑呀？因为姐姐知道，以后的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好呀。血缘从来都不是亲密无间的保障，在反目成仇时，只会成为我踌躇不定的枷锁。放下桎梏，也许会获得不一样的人生。